你知道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有養着美國人嗎？為什麼美元崩盤，美國破產，我們比美國人更害怕呢？因為我們全世界做的生意，我們手上囤起來的錢用的都是美元。就像08年美國崩盤了，雖然崩在美國，但死了卻是全世界。美國只用了不到1年，它基本上就恢復了，因為它可以印錢，而全世界不可以嘛。所以我們寧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看着它瘋狂讓美元貶值，讓美國欠下的債變得不值錢，看着它靠印錢就可以收割了全世界的財富，我們呢也不希望它破產了。那問題就來了，全世界從專家到媒體，是不是都在告訴你，美國政府現在最大的目的呢，就是逼美聯儲降息呢？因為現在美債光是利息已經超過了軍費了，如果把利息降下來，是不是就可以多養了一個軍隊呢？這邏輯是對的吧？但問題就來了，現在美聯儲降息了啊，你看到美債利息降下來了嗎？為什麼美債利息好像就被焊死了一樣，動也不動，甚至不降反升呢？也就是說，美聯儲降息之後的真相是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反而是变得更大了，而且呢，通脹更嚴重了，失業更嚴重了，這代表什麼呢？然後問題又來了，就是最近中國政府偷偷做了一個實驗。各位，如果美元和美債的崩盤，全世界都不再受到影響了，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中國政府呢，偷偷就發行了40億的美元債券。對，你沒聽錯，中國正在向全世界去借美元。就是巴菲特他手上呢都有接近4000億美元了，而中國現在借的只有40億，那是不是代表中國的經濟已經不行了啊，快扛不住了，所以就必須要出來借錢度日呢？对吧？就是你想嘛，一個正常人他會不會向你借錢呢？而且這筆錢就只是夠他吃飯呢？那他要不就是沒帶錢，要不就是連飯都吃不起了嘛。但你發現好像又不是這樣哦。就是中國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手上呢有7000多億的美債，他真的缺錢的話，隨隨便便賣點美債就有錢了。所以中國會因為缺錢而向鄰居借個40億美元嗎？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呢，它不一定只有在缺錢的時候才會去借錢呢。不然美國欠了38萬億，美國是不是很缺錢的呢？為什麼美債叫做無風險資產呢？因為美國政府向全世界借的叫做美元嘛，而一旦美國政府還不起錢了，美聯儲是可以打開印鈔機印美元來還的。所以理論上，你借錢給美國，你是不用擔心美債會違約的。也因為這樣，美債的信用評級呢，一直以來都是最高的。但中國不一樣嘛，中國它只能印人民幣，它不能印美元嘛。所以如果你把美元借給了中國，而中國還不起美元了，它也不能印美元去還給你嘛。所以中國發的美元債信用評級呢，是比美國低了整整3個檔次了。那麼聽到這裡，如果你有40億美元，你會把錢借給中國還是美國呢？按道理來說，是不是借給美國更安全一點呢？而結果就是呢，中國發行的這40億美元債，有1200億的美元資金像瘋了一樣去搶購。而這還不是重點啊，重點就是中國借錢的利率既然是跟美債接近一模一樣的，這代表什麼呢？如果中國這不是在借錢，那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金融實驗呢？他為什麼要在香港這個國際市場進行這樣一次投石問路？他到底想要試探什麼呢？想要計算什麼呢？他手裡面究竟得到了什麼可以撼動世界的數據呢？很多人想的是怎麼去賺錢，但你發現了嗎？就算你把錢賺回來了，錢也会有無數個方式被無形掠奪的。我不是說你亂花錢，你付了很多智商稅，而是就算你不花錢，很省錢，你把你的收入跟財富都存起來，但結果還是一樣，就是你的錢能買到的東西還是會一直變得越來越少。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錢永遠都是從你的左手進右手出，你覺得這是可以熬一熬就過去的事情嗎？你還覺得這個世界資本掠奪的遊戲還跟你無關嗎？如果你不想要成為這一次的犧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跨越階層的話，那麼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因為你預期我後續會給你更多的資訊。而如果你怕自己聽完以後就忘了，等於浪費你的時間了，那麼你可以為這部影片點讚，這樣影片就會自動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裡面，讓你隨時可以回來跟着去做。還有最近呢，有很多不法分子冒充我的名字進行詐騙，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警告啊。首先，中國政府到底為什麼要發行這40億的美元債呢？我們先看結果嘛。結果就是
就算中國的信用評級比美國低，但是中國借錢要付的利息卻是跟美國一模一樣。那這代表什麼呢？一直以來，美債利息呢都是我們計算一筆投資划不划算的標準的。因為剛才不是說了嗎？美債理論上是無風險資產，也就是我去投資美債，只要我拿着，等到美國政府還錢了，那我是永遠不會虧錢的。再直接點哦，就是我無腦去買美債，我都不會虧錢。那既然我無腦買美債的利息前幾年最高的時候都有5%了，那是不是說，如果不買美債，我把錢拿去買美股、買黃金、買比特幣，我賺回來的錢每年是一定要高於5%我才划算的呢？就是我無腦都能賺5%了，那我去用腦了，我還要承擔風險去買比特幣、買美股，那這個回報是不是一定要高於5%呢？也就是說，美債的回報越高呢，理論上其他資產的吸引力就越低嘛。而現在呢，美債的回報跟中國債的回報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卻有無數人搶着去買中國的債。就是中國本來只想要借40億，但是卻有1200多億的錢搶着借給中國，這是不是代表了市場用錢投了票，完全不看信用評級了，開始把中國債看作是跟美債一樣的安全資產了？然後呢，雖然中國政府只想借40億，但是卻有1200億美元的資金搶着借給他。這120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美國一個季度借的錢大概是5000多億，而這次中國實際上呢，它是可以借走1200億的，也就是中國用了40億投石問路，得到了一個數據，它可以從市場上搶走美債1/5的客戶，因為市場的錢就這麼多了，那不是投資美國就是投資中國了，這能不能理解呢？我們這2年一直說啊，美債進入了熊市，也就是它的價格一直在暴跌。那為什麼價格會暴跌呢？一定是買的人比賣的人少嘛。那換句話來說呢，美債現在出現了沒人買，甚至被拋售的情況。而這個時候呢，中國做了這樣一個金融實驗，證明了它至少還可以在市場抽走1200億美元，而這1200億是確定的買家。那是不是就代表，如果中國借的不是40億，而是1200億，它可以讓美債再少1/5的人去買呢？那美債是不是就會跌得更慘呢？然後美債要借錢的利息是不是就要更高呢？因為大家都不借錢給我了，所以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利息去吸引你借錢給我呢？這樣美國政府每年的支出是不是就要變得更大呢？換句話來說，是不是就代表中國是有能力做空美債了？當然還是那句話，美債莊家呢是美聯儲嘛。當美債被做空了，最後美聯儲還是可以印錢下場去買去兜底了，所以做空美債，美債也不會崩盤。但這已經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元的循環已經被打破了。一直以來，美國什麼都不用做，它印錢呢就可以買走全世界的產品，買走你南非的鑽石啊、越南的衣服啊，然後呢，錢花了出去了，就要想辦法收回來嘛，然後再繼續花嘛。所以美國就發行美債，向全世界借錢，把花出去的美元收了回來，這樣呢，它就不需要印錢就有錢花了，然後就可以繼續的買走全世界的產品了。而美國要做的就只是借更多的錢，用新的債去還舊債的利息。再簡單點嘛，這個循環就是印錢創造美元，然後花錢買東西，再借錢把錢收回來，繼續的去花錢買東西。而現在呢，花出去的錢借不回來，甚至現在可能還會被中國搶走。那最後的結果，美國是不是只能一直印錢給自己花呢？這樣美元就會走日元的後路，就是越來越不值錢了。而這還只是最片面的結果。各位，中國借40億，真的只是在借錢嗎？我們看到過去20年，美債買的最多的國家呢，就是中國。而最近幾年呢，中國一直在減持美債。很多人以為減持美債就是中國在市場上賣美債，其實不是的。如果美債價格是100塊，中國最高峰的時候呢，拿着1.3萬億的美債，如果他把這些美債都賣掉變現的話，大筆拋售，直接呢就會把這個美債價格砸下來了。最後他賣出去的時候呢，可能只能賣個50塊。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是在市場上大量的去賣美債的話，就等同於在賤賣美債，把自己家賺到的錢呢都賤賣送出去。所以所謂的減持美債呢，其實就是不賣，等到美債到期了，美國政府還錢了，中國收到錢之後呢，他不再去買美國的新債，這樣中國持有美債的數量呢就會減少。但是這樣呢就要一直等了。如果中國借了錢給美國30年，就要等美國30年後才去還錢。到時候美元如果已經貶值到不值錢了，
那就算美國政府還錢給你，但還給中國的錢呢，也都是不值錢的美元。就是現在嘛，美元可能可以買到5噸的石油，30年之後呢，可能只能買到1噸了。那怎麼辦呢？很簡單，這一次找到了解決方法，就是把債務轉移，然後瞬間呢把錢先收回來。什麼意思呢？首先，中國借了很多錢給美國，但是要他等30年，美國才要還錢嘛。如果中國不想等美國30年這麼久呢，就只能賤賣美債虧錢了，对吧？而現在中國向全世界借錢，比如說美國欠了中國40億，那中國呢就向全世界借40億，這樣全世界呢就是中國的債主，而中國呢就是美國的債主。中國借給了美國的這40億呢，他就向全世界借回來40億，所以中國是不是已經把錢收回来了？然後呢，當美國30年之後把錢還給中國了，中國30年之後呢就把錢還給全世界，那這是不是等同於美國給全世界還債呢？這是不是相當於把美國欠中國的債轉移給了全世界呢？而中國呢，就向全世界把借給美國的錢收回來了。在這個過程裡面，中国它沒有在市場上拋售一張美債，也沒有造成市場任何的波動，所以就不用虧錢了，然後就把這個美債減持了。所以當這個國家級的金融巨獸都開始在我們身邊搏鬥的時候，我們想的是怎麼讓自己的錢包活下去，甚至是怎麼趁機去賺錢。看懂這個大局呢，只是為了不要隨便站錯邊。但真的想要賺到錢哦，我們需要的是在巨浪裡面衝浪的具體技術。你會發現大道至簡，無論是美股、美債、美元、比特幣、黃金、白銀的價格，它是漲是跌，看的不是什麼新聞分析，看的都只是買的人多一點還是賣的人多一點，僅此而已。而大戶和國家的所有布局呢，都一定會在圖表上面留下腳印的。所以我們只想賺錢的話，根本不需要理解那些複雜的國際陰謀，我們只需要做到一眼看穿這些腳印，然後用一套鐵的紀律把它變成你賬號裡面的錢。當全世界還在為誰輸誰贏、誰對誰錯去爭論的時候，我們的系統已經給出了最清晰的進場跟離場的信號。我花了3個月時間，把這一套泡沫裡面搶錢的完整系統全部塞進這個投資改命培訓營裡面。在這裡，你不需要學過金融，也不需要懂英文，甚至你可能只是一個小白，你都可以學到如何做到長期輸少贏多，徹底擺脫恐慌性割肉，還有貪婪性套牢的輪迴。而今天，只要你是我的粉絲，你真的想要在市場活下去，我直接送給你，算是一場公益課。那麼上次沒搶到門票的人呢，這一次手慢了也一樣沒份了，所以趕快點擊描述欄上的第一條鏈接，立刻去鎖定你的位置，別等危機出現了，你進場被套牢了，才想起曾經有這份名額放在你的面前。所以現在美國政府每年要還的利息呢，都要比軍費還高了，而美聯儲去年降息了今年也降息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到10年期美債的利息並沒有降下來，依然是在 4% 這個區間左右。而我們再看短一點嘛，2年期美債的利息呢也是沒有降下來了。也就是說，這幾次美聯儲雖然降息了，但是美國政府還錢的利息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為它多借了2萬億美元而變多了。按道理來說，美聯儲降息呢，就是你把錢存到銀行的利息就會變低了嘛，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會把錢拿去買美債。而美債有人買了，那美債就不用再給這麼高的利息去借錢了，所以美債的利息也會跟着降下來的。但是為什麼這一次的劇本失靈了呢？很簡單，我們假設嘛，今年你拿着100萬去買了10幅名畫，每幅畫呢是不是平均10萬塊呢？如果你拿着1000萬去買10幅名畫，每幅畫是不是平均100萬呢？所以第一，你拿着的錢越多，名畫的數量不變，還是10幅，但是它的價格就會漲了。然後呢，如果你拿着100萬去買了100幅名畫，每幅畫平均是不是只有1萬塊呢？也就是說，第二，你拿着的錢不變，但是你買的畫數量變多了，這些畫的價格呢就會下跌了。也就是說，它的價格是漲是跌呢，除了看它本身的數量，還要看貨幣的數量。各位，如果美國政府他想要把他的利息支出降到最低的話，我們是不是要看20年疫情的時候美聯儲做了什麼呢？因為當時無論是長期美債還是短期美債，它的利息呢都是被壓到接近於0的嘛。
2020年的美聯儲當時不但降息了，而且它還擴表印錢，幾個月印了2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市場的錢變多了。而當時的美國政府呢，只接了23萬億的美債，沒有新增美債，也就是說錢變多了，但是美債數量不變，美債價格呢是不是就會暴漲了？所以你會發現，當時美債就用了2個月，價格暴漲了30%，利息瞬間就被壓到接近於0了。而當美債利息被壓到0之後呢，這利息又開始瘋狂的暴漲了。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政府開始不斷的借錢了，從23萬億美元借到了現在38萬億美元，5年多發行了15萬億的美債，也就是說美債數量是不是增加了？但是錢有沒有跟着變多呢？沒有啊。美聯儲縮表燒錢，收回來了2.5萬億美元，市場上有2.5萬億美元消失了。也就是說，這幾年美債的供應量不斷的變多，但是市場上可以買美債的錢卻不斷的變少，這個才是美債價格暴跌、利率降不下來的真相。所以，如果真的按那些新聞所說的，美國政府他想要降低他美債利息的支出呢，想要低利息的去借更多的美債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先停止發行一些新的美債，讓美債數量不要變多，但他沒有嘛，而且幾個月的時間就多發了2萬億。然後呢，第二件事就是美聯儲他要下場擴表印錢，讓市場上的錢數量變得更多，但他也沒有，到現在呢還沒有擴表印錢。也就是說，其實只要美國政府停止發行美債，然後去等美聯儲擴表印錢，把利息降到0之後呢，他就可以重新的零成本借錢了。但是他們都不這麼做，這代表什麼呢？難道當年美聯儲會做的事，現在就不會做了嗎？美聯儲的主席還是鮑威爾啊，美國政府的總統還是川普啊，所以這代表的是美國正在面臨一個不可能的三角難題，而他現在一個都解決不了。首先，美國他想要維持政府的運作，那他就要一直花錢嘛，而他每個月花的錢比他賺的錢還要多2000億，也就是美國政府每年不但要把賺到的錢都花光，而且還要從國庫的存款裡面多拿2萬億左右出來花。但是國庫裡面的錢是不夠的，所以他就要去借嘛，不斷的借錢來花嘛。也因為這樣，美債的數量是一定會變多的，不然就會關門。所以美國政府幾個月就多借了2萬億。那麼如果他還要有美債利息壓下來的話，美聯儲就必須要擴表印錢了，而且印錢的數量是要比他美債發行的數量多幾倍的。但是這樣的話，通脹就會再來了，美元就會瘋狂貶值了，而這樣的後果呢，就是讓美聯儲失靈了，掌握在美聯儲手上控制貨幣的權力呢，就會完全讓位了。所以美聯儲他在做的反而是縮表，把錢收回來，寧願不讓美元繼續跌下去，不讓通脹暴漲，選擇暫時的把權力握在手上。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債到現在賣不出去的原因了。那麼重中之重就來了，如果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只是比較陰謀論啊，就是中國他用自己的名義去幫美國借錢。剛才說了，美債現在沒有人買了，那既然全世界開始不借錢給美國了，那借給中國呢？中國先向全世界借錢，然後再把錢借給美國，那結果是不是都一樣呢？借錢的依然是美國，付錢的依然是全世界，只是中間多了一個人去擔保，那這不有點扯嗎？中國為什麼這麼好要幫美國借錢呢？各位，我們看細節嘛。中國一年跟全世界去做生意，它可以賺1萬億美元，那為什麼現在中國手上它只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呢？那麼它這過去幾十年賺了幾十萬億的美元去哪呢？前幾年美國升息了啊，很多國家因為沒有錢，所以他們就要想借美元，但是借美元的利息非常高了，那他們就頂不住要破產了。這個時候中國呢就把他這麼多年賺的美元用很低的利息借給了缺美元的國家，讓他們不用破產。如果這些國家還不起美元的話，就讓他們還人民幣，還不起人民幣的話，就可以用他們自己的糧食、礦產去還。簡單來說呢，就是中國用自己的美元給這些國家救急周轉，提供了一些流動性，讓他們不用破產。所以聽到這裡呢，聽懂了嗎？一直以來，全世界想要借美元，就必須要去找美國；想要拿美元去投資安全的資產，就必須要去買美債。而現在呢，中國做了這次的實驗，就是告訴全世界，
你想要借美元，其實還可以找中國；你想要去拿美元投資安全的資產，其實還可以去買中國發行的美元債。那整個過程，整件事情，全世界用的還是美元，但找的人呢，卻不是美國，而是中國。那將來美國的央行還會是美聯儲嗎？這個就是貨幣戰爭了。貨幣戰爭勝利的條件呢，就是誰能夠操縱貨幣，誰就是贏家。所以以前的貨幣戰爭呢，就是今天我用我的日元，用我的歐元來取代你的美元，然後成為世界貨幣。但是過去每一次都證明是失敗了。那這一次呢，其實是不需要取代美元的，只需要取代美聯儲就可以操縱貨幣了，不是嗎？也因為這樣，最近美股暴跌，美元和美債都進入了熊市，比特幣崩盤，黃金跟白銀都開始不怎麼漲了。那還有什麼資產可以布局呢？如果你不想要成為資本的盤中餐，那麼你現在要做的不是去預測危機什麼時候發生，而是立刻去建立一套能在危機裡面活下去，甚至能從中獲利的生存策略。細節可以去報名描述上的第一條連接，投資改命培訓營的這個公益課。所以貨幣戰爭的終極形態呢，不再是誰的貨幣取代美元，而是誰能夠成為美元體系裡面除了美聯儲之外那一個新的更可靠的規則制定者，還有流動性的核心啊。今天我講的，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更好的邏輯呢，也歡迎不同意見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们一起理性的去討論。好了，今天這部影片，如果你覺得有些細節你聽不懂了，我建議你把我前2-3期影片看完，因為邏輯都是環環相扣的，而實際的關係呢，只能在此結束。不過下一期你預期怎麼樣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這一句，將會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來我將會在每周日8點30分繼續分享關於成為富人、企業家、投資家、達到財富自由的免費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錯過，我還是呼籲你訂閱我的頻道，然後打小鈴鐺，然後無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為這部影片點讚兄弟姐妹們早日達到財富自由。只要你們能在我今天說的內容裡面找到1-2句話是有用的，能夠幫助你自己的人生過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了，我們下周不見不散，拜。